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86.62，收盘价是290.3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92.23，最低价是在283.57。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并且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31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1 倍量增。KD 值双线上行，开口增大，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转为短期的多头趋势，或者说是股价出现了回后上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7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下影线略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上涨，然后回后再上涨的一个位置。那并且呢，当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超过了前高。这个前高我们指的是7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84.25。因为这根 K 线的收盘价超过了6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这样一来，在7月17日收盘之后，收盘价超过前高，又出现了头高，那下方我们会看到有底高，所以目前这根 K 线的收盘价的位置，它完成了回后上涨的一个走势。那当日的成交量又是呈现着量增，那这些信息都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上涨。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小幅的上涨，收盘价会在283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76。实际在7月17日收盘价是在290.38，出现了上涨。那我们预测的小幅的上涨和实际的上涨，不仅收盘价点位相差较大，同时它的本质也是不同的。实际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完成了回后再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好，由于第一个目标已经被站上，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然这个目标也和前高相接近，所以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好，那对于7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继续上行，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将是314。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的颜色变换一下。好，这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
那么在到达314之前，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一个是1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92附近，然后上方还有一个300关口，所以股价如果上行在到达314之前，有2个非常强的压力，一个是要突破1号趋势线，第二一个就是要突破300关口，这是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2个强压力。好，那如果314被站上，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之前的视讯都提到过，它之后站上314之后的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14。对，那在这之前，我们看到各个高点都会成为压力，所以我们把314之后的目标先定为384。它只是一个压力位，这是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或者下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依然是265不变，因为股价回档跌破了这个低点，将会转为空头趋势，所以如果股价回档或者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转为空头趋势，因此265是第一个目标。当然，在到达265之前，上方的各条均线值将成为支撑，尤其是20日均线值，在7月18日，我们测算会到达269，在这个位置，这是强支撑。强支撑不代表能够支撑住股价，而是重要的标志。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那股价很有可能会转为空头。对，去测试265。好，265一旦被跌破，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41，这也是前低。那跌破它，股价将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好，那我们现在呢，先和上行的目标一样，我们先设立2个目标，把第3个目标删除。当然，如果241跌破之后，应该是223。那我们等股价出现回档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下方。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我们把图缩小，会看到目前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界限是第一个目标是在314和265之间，这是目前股价应该运行的第一个区域。然后，如果是继续上行，那目标一定是要突破384的。那如果下行呢？再继续下行，应该是241。好，这是我们看到股价日后走势的一个范围。好，那我们再给出对于7月1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76，那在7月18日我们要给的是283，是在这个位置，是在前低附近。283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对，那正好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重合。我们为什么要观察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图缩小，也就是股价按照目前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它很有可能会上涨之后再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那我们要关注，一旦出现小幅的回档呢，在283这个地方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或者换句话说，股价是否会继续沿着5日均线值上行？对，那一旦要是跌破了我们指的是收盘价，跌破了283呢，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回档的一个走势。对，
好，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83，只要在盘中股价在283上方运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收高，或者说是在这个位置出现横盘。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可以说有在前一期视讯我们是提到了3个仓位，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仓位开始说起。我们在7月3日的收盘价这个地方有5%的建仓，然后呢，因为它超过了前高，然后我们在7月13日的收盘给出了加仓的建议，实际的操作应该是在7月14日的盘前有5%，然后在7月14日收盘后，我们也给出了加仓的建议。我们先说一下，在7月14日盘前加仓是10%，已经到了15%。在7月14日盘后，我们又给出了加仓建议。那实际可操作是在7月17日的盘前，也就是开盘价这个位置287附近进场，然后加仓5%。那这样一来，一共是20%的仓位。然后在7月17日，我们给出的止损的位置是在267，我们守的是20日均线值。那在当日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继续上涨，并且完成了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那到了7月17日的收盘盘后，在290.38。我们继续给出加仓的建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出10%的加仓建议。那这样一来，我们从7月3日开始到7月17日收盘，一共是有30%的仓位。那在7月17日目前的这个进场呢，由于现在已经我们做这期视讯已经是盘后已经结束，应该会在7月18日盘前进行加仓。好，那么这样的下来，例如如果我们在7月18日盘前290能够进场的话，那么这个30%的仓位，我们测算的成本位应该是在283到284或者284附近。那么对于这样10%的仓位，在7月18日我们要给出止损的位置，因为我们这样的加仓进场呢是要做多的，所以呢目前股价虽然有小幅的盈利，但是一旦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应该这个仓位是亏损的。所以到目前这个仓位我们不给停利的位置，我们只给止损的位置。对，在7月18日是269，我们守20日均线值269。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到7月18日盘前说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已经够高了，那么它也可以是获利出场的。因为之前我们在7月3日一直这样加仓进来，我们给出的目标位一直是292，所以也有可能在7月17日盘中到达292的时候会有获利出场，这个单子可能已经被了结了。但是如果没有了结，那么我们在7月18日盘前继续给出加仓建议。好，这是我们对这个仓位的一个补充说明。好，那么
我们说还有2个仓位，就是说我们在多头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下，每一次叫做加仓的位置，实际上都是建仓的位置。例如在7月14日盘前，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在7月13日盘后，我们可以建仓。然后呢，在7月14日这个收盘价，我们也给出加仓建议。那如果之前没有建仓，也可以5%进场。到了7月17日，说之前我们一直是空仓，那在7月17日的收盘价290.38是可以5%进场的。实际上这样一来，我们一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个仓位了。我们在这里呢，只给出因为这个如果随着股价如果是继续向上的话呢，我们会不断的加仓，不断的加仓，每一个加仓的位置都是新进场的位置，所以这样一来，描述的过程当中啊，会比较繁琐，也比较啰嗦，所以我们只跟踪最原始7月3日的这个，叫做跟踪7月3日的这个仓位。那对于后面仓位呢，我们只描述最后一个仓位。例如，在7月14日的收盘价进场的5%进场的，那它可操作是在7月17日的盘前。那对于最后这个进场的仓位呢，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在270这个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的。对，那么在7月17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我们是加仓的位置，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可以5%建仓的。那么我们在之后的描述当中，只给出最后一个仓位进场的止损位。好，有点啰嗦，我想把它说清楚。7月17日收盘价这个位置290.38，如果是5%刚刚进场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5%的仓位，我们止损要守283，对，守这根 K 线的最低。好，那如果是之前进场的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提升到我们守止损守276，再之前的仓位我们就要守269了。好，那么总结一下，7月3日开始一直进场加仓的，到7月17日收盘价也在加仓的，一共是30%的仓位。到7月18日，我们的止损位是在269。最后一个仓位在7月17日收盘290.38%进场的，那在7月18日我们止损要守283。好，这是对于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如果在7月18日是一个低开盘，一定会有空头进场，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0日均线值是在269和下方的265，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292和300关口。好，这是第一个空头。第二个空头，如果股价是一个高开盘或者继续是跳空的高开盘，那么在292开始一直到300关口，应该一直会有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就依然是下方的269和265。因为空头要守这条趋势线和整数关口。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那他们的
回补位应该是在305附近，对的。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292.23，第二个压力位是300整数关口，第三个压力位是314。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81到283之间。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78到279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69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7，最高上方会到达296，然后收盘会收在295附近。对。那么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91.5附近，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82，然后收盘会收在28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9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叫做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